致明哥本人，一位网友的真诚建议信。明哥，你好，我是一位一直关注你和紫罗兰视频的网友，也算是你们的老粉了。从你们在四川农村的视频刚开始火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至今已经看了上百条。真心佩服你把一个异国姑娘带到中国，并且帮助她适应、学习语言，融入农村生活，这是很多人不敢尝试，也做不到的事情。你们的视频真实、接地气，也确实让很多人感受到不一样的乡村日常与跨文化婚姻的魅力。特别是紫罗兰，她从刚来中国时不太会说话，到现在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烧一手地道的中国菜，还能干农活、带节奏、拍视频，这些都离不开她的努力和你的带教。你们能收获100万粉丝，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不过，作为一个持续关注你们的人，最近我越来越感到不安，也忍不住想跟你说一些真心话。我知道，这封信可能你不会看到，或者看到后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我相信，真正想把自媒体做长远、做正气的创作者，是愿意听听观众意见的，所以还是鼓起勇气写下来了。我最想谈的是你在直播和视频内容中对紫罗兰穿着的引导方式。坦白说，这一块真的让我非常担心。有很多网友跟我一样，看到你在直播中要求紫罗兰穿的暴露一点，说这样能增加播放量，而且语气是带着某种强势和命令的。我们注意到，紫罗兰当时很尴尬，也明显是不太愿意的，但她没有拒绝。直播间里的评论区一片猥亵、露骨的言论，有些甚至已经涉及恶意侮辱女性、种族歧视和性暗示。这不是健康的内容环境，也不是一个丈夫应当让自己妻子面对的场景。敏哥，我理解你可能只是从流量角度考虑，觉得这样的视频能火，能带动人气，能变现。但请你冷静想一想，这种靠女性身体吸引眼球的方式，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一定是有代价的。它在损害紫罗兰的尊严，同时也在破坏你作为一个丈夫、一个内容创作者的公众形象。试想一下，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自己的老婆，会舍得让她去承受那些低俗评论的羞辱吗？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内容创作者，会鼓励自己的搭档用被物化的身体来换播放量吗？哪怕紫罗兰没说什么，不拒绝，不代表她不难过、不委屈，也许只是因为她异乡人身份太弱小，不敢反抗，不敢违抗你。你有没有想过，视频火了，她不一定是开心的，反而是被迫妥协的。长期下去，她内心的自尊、自信会一点点被消耗掉。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身在异国的女人，更需要的是保护、尊重，而不是暴露在网络恶意的聚光灯下。另外，从一个粉丝，也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你们现在的视频其实已经开始陷入套路化和低俗化的困境了。一开始大家是看你们的真实生活，觉得新鲜温馨，现在却越来越多内容围绕女性穿着强制表演夫妻之间不对等的形式来吸睛。很多人已经在评论区表示反感甚至取关。如果你真的想让你们的事业走得更远，让紫罗兰在中国站稳脚跟，让大家对你们心生敬意而非怀疑，我真诚建议你做以下几点改变。第一，不要再用穿的性感来换点击量。女人的身体不是工具，不能成为流量诱饵，尤其是你口中的老婆，你更应当维护她，而不是消费她。用真正的内容、故事、文化碰撞、乡村温情、个人成长来吸引观众，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第二，尊重紫罗兰的感受和表达权。她不是你的演员，也不是你的员工，而是一个有感情、有尊严、有选择权的独立女性。你在直播和视频中要多听听她的意见，而不是一直用命令式的语气。她说她累了，她说她不想穿，就别逼她。你可以做她的引导者，但不能做她的导演或控制者。第三，提升视频内容质量，而不是炒作噱头。你们有天然的内容优势，跨文化交流、中非婚姻、农村创业、语言学习、生活挑战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做出有深度、有话题性的内容。不要舍本逐末，去拼情色与眼球，那条路走不远，迟早会反噬。第四，请你站出来做一次正面引导。能不能在某一次直播或视频中，你正面回应一下评论区的不良内容？比如，大家不要说紫罗兰的穿着，尊重她，她是我老婆。这样的态度，既能提升你在粉丝心中的形象，也会让更多人明白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创作者。
粉丝不是只看热闹，他们其实更愿意追随一个有担当的人。最后，我希望你想一想你和紫罗兰的真正关系。如果她是你真正爱的妻子，就请你保护她，尊重她，而不是把她当工具。如果她只是你视频的主角或者合作伙伴，那也请你给予她最起码的劳动尊严和创作权益，不要让她成为一个人在镜头前流汗、流泪、受委屈的无声人。网络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你现在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要继续走博眼球、拼女色的捷径，还是回归内容，尊重观众和搭档的初心，打造一个真正有温度、有文化、有价值的账号？这是你该认真思考的事情。我说这些，也许有些话听起来不中听，但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中国自媒体行业在不断成熟，观众也越来越有判断力。流量不是万能的，只有内容与人品并重，才能走得久，走得稳。希望你认真想想，也希望你今后的视频里，紫罗兰能真正笑得轻松自在，不再因为穿什么、做什么而低头沉默。祝你和紫罗兰幸福，也祝你事业越走越正，越做越远。真心的网友小山，一个来自乡村的普通观众。